伟岸的身姿，矫健的身手，过人的胆识与智慧，他是多次拯救人民于水火的英雄。我是瓜皮儿，本期为大家带来那个男人詹姆斯·邦德的故事。诺博士，风和日丽的一天，三个盲人排成一条直线，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一直摸到了皇后俱乐部的大门口。俱乐部内，牙买加的战略指挥官老崔正在和其他人打牌。他突然站起来，借口老板找他有事离开了，但没想到刚走出俱乐部的大门，就被那三个盲人一人一枪放倒。随后这三个盲人的内应开着辆车过来，他们一起将老崔的尸体抬上车，绝尘而去。整个过程不拖泥带水，堪称完美。与此同时，在老崔的别墅内，他的秘书正联络英国情报局汇报时，被突然闯进来的三个男人一枪放倒。他们闯进这里，将一份写着克拉布岛诺博士的文件拿走，但英国情报局那边却对这些一无所知，因为一直联络不到情报员，通讯主管联络了他长官。镜头来到了一处高级会所，英国情报局高级特工詹姆斯·邦德正在悠闲地打着牌，对面的红衣女郎眼睛不断地向他放电，这让他有些招架不住，心猿意马起来。正在这时，他的同伴来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有任务了。于是邦德优雅地表示自己得离开了。红衣女郎有些依依不舍，表示好戏才刚刚开始。然后邦德掏出了自己的名片，约定明晚共进晚餐。领导向邦德简单地交代了一下情况，当局觉得老崔很有可能是陷入了什么危险才被灭口，于是让邦德飞往牙买加去查老崔遇害的真相。临走时还不忘吐槽，邦德用了快10年的女士手枪，他那把枪曾让他在医院里躺了半年。00的代号代表他有随意开枪的权利，而不是被人杀。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呢，邦德只能改换了另一把杀伤力强的沃尔特 PPK。 回到家后，邦德出于特工的敏感，察觉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于是他关上了灯，悄悄脱了鞋，推个门一看，之前会所里的那名红衣女郎正穿着自己的衣服在打高尔夫。女郎表示我们可以一起速战速决啊。邦德嘴上说着不要，别停行不行？事实证明运动过度太伤身啊。邦德下飞机时脸上还是没睡醒的样子，等计程车的时候，一个自称是政府派来的司机的男子琼斯迎了上来，但小心谨慎的邦德借机拨通了牙买加大使馆的电话。果然那个司机有问题啊，但一个小喽啰又能奈我何呀？于是他假意对琼斯说自己想要观赏一下沿途风光。路是越走越偏呢，车也是越开越快，好不容易甩开后面的追兵，来到偏僻的地儿，邦德也不打算装了，他直接掏枪制住了琼斯，顺带好好锻炼一下身体。琼斯看起来更缺乏锻炼，脸上很快就都是汗，他表示自己需要抽根烟冷静一下，没想到这根烟里居然藏着毒药，没过几秒钟就断气了。邦德皱了皱眉头，吸烟原来真的有害健康啊！司机死了，邦德只能自己开车来到了牙买加大使馆。那辆车是偷来的，司机也没查到资料，唯一确定的就是他来牙买加的消息已经泄露了。他提出想看看老崔住的地方，顺带见最后跟老崔见面的3个牌友。在女秘书的房间里，邦德发现了一张地质学教授老登的收据，这说明老崔和老登关系肯定不一般呢。随后根据3个牌友提供的信息，邦德知道了老崔失踪前经常雇一个叫大黑的人出船出海钓鱼的事情，但交谈中老登却表现得跟老崔不熟，很明显在隐藏什么。他来到码头见到大黑，说明了来意，大黑却找借口扭头就走，他紧跟在后面，大黑便说出了这件事需要他们进小黑屋里聊聊。邦德前脚刚进，就被大黑的同伙大壮强人所难了。大黑刚刚吹嘘了大壮可以跟鳄鱼摔跤的英勇事迹，还没2秒就被打脸了。这时中情局特工小白也走了进来，一番交谈后才知道大家都是自己人。饭桌上大黑说他们搜遍了除了克拉布岛外附近所有的岛屿，都没有找到老崔的下落。这时相机的闪光灯让邦德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大黑将那拍照的女人带来。邦德知道女人拍他肯定不是为了给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提供素材，但女人除了交代自己是自由摄影师外，宁可被扭断胳膊也什么都不肯说。邦德只能把相机里的胶卷全部抽走后放了他。女人走后，邦德问他们为什么克拉布岛不能搜索。小白说那里属于私人领域，那里只有铝土矿和雷达装置2样东西不犯法。大黑的一个朋友就是去那里捡贝壳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而老崔失踪前就曾去了那里，带了一些矿石回来，这让邦德来了兴趣了。但小白只知道那座岛的主人叫诺博士，真实姓名无从得知啊。邦德带着那张收据找到了老登，面对这张收据，老登也只能承认自己认识老崔，但随后的话又漏洞百出，邦德不想打草惊蛇，便借机离开了。
慌了阵脚的老登赶紧来到了克拉布岛，见了一个神秘人，说邦德在调查他们的事情。神秘人只告诉他不惜一切代价要除掉邦德。晚上，邦德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他之前离开时做的那些标记被人动过。很明显，在他离开的时候有人来过，但他却不慌不忙地倒酒喝了起来，然后关灯躺在了床上静静等待着。不知过了多久，那不速之客终于来了，但竟然是一只加利福尼亚的大蜘蛛。邦德瞅准机会，抽起皮鞋就给他拍了个稀碎。漫长的一夜过去后，邦德来到了大使馆，他想要克拉布岛和诺博士所有的资料，但大使馆对那座岛和诺博士也并不知道太多的信息，只知道那里有铝土矿，那里被诺博士管理的就好像一座集中营。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正式投诉。这时秘书走进来告诉他们，关于那座岛和诺博士档案和老崔一起失踪了。邦德早有预料，他一直怀疑大使馆内有卧底，毕竟他来牙买加的消息对手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他打开门，发现秘书正在外面偷听，不过他故意不说穿，而是借机调戏了他。秘书也顺着台阶说自己的生物和自然科学课学得不错，他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离开大使馆后，邦德来到码头，他和大黑小白带着仪器对老崔从那座岛上带回来的矿石残留物进行了检测，发现上面具有很高的放射性，但老登当时却说那是一文不值的矿石，这就很有问题了。于是他们约定明天晚上去克拉布岛一探究竟。第二天早上，邦德在酒店大堂收到了秘书给自己的留言。电话里，秘书表示急不可耐地想和他来一场生物学方面的学术探讨。于是邦德开着车欣然前往啊。路上虽然遇到了几个小喽啰挡路，但都被轻松化解，毕竟不会飙车的特工不是好特工啊。邦德来到秘书家时，他刚洗完澡，他明显没有想到邦德这么快就会来了。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邦德便取下秘书脖子上的毛巾，让他去接电话，自己先做点准备活动。电话挂断后，这俩人就生物学的问题开始了好几个小时热火朝天的讨论。下课后，邦德一把将他推进了门口停放的警车里，由警车戴上手铐铐走，然后很遗憾地告诉他，这堂课我只给你复习了哥满分的下半身思考的知识点，却没有告诉你哥当年上半身思考成绩也是满分，毕竟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车子扬长而去，邦德回到房间，不慌不忙地掏出枪，装好消音器后，拿着扑克牌打发起了时间，静静等待着。果然，老登随后就冲了进来，朝着床上一通扫射，直到子弹打光了，才发现暗处藏着邦德。他想负隅顽抗，却被邦德2枪放倒。晚上，邦德如约来到码头，和小白大黑一起驶向了布拉克岛。到了半路，邦德嘱托小白，如果自己没有在中午12点回来，就带海军过来强行登岛。说完，他就和大黑一起继续前往。两人来到岛上，将船藏好后，便各自进入了梦乡。时间很快来到早上，邦德被一阵女子的歌声惊醒，他顺着声音的方向前去，顿时眼都直了。一个身穿比基尼的妙龄女子正在海滩上采集贝壳，于是邦德在此发挥撩妹的技能，3言2语就打消了妹子的警惕心。女子叫小妮，她经常来这儿采集贝壳卖到城市里去。两人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交流呢，大黑就跑过来告诉他们，有艘船正在朝这里赶来。邦德直觉来者不善，他们赶紧找掩体躲了起来。果然呢，那艘船上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中一个拿起喇叭喊了一堆“我们发现你们啦”这类虚张声势的话，然后又秀了一波人体描边的枪法，最后扬长而去。邦德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啊，于是他们便往岛上深处走去。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操作后，躲过了追兵，还顺带干掉了一个落单。三人休息的间隙，小妮说起了自己来这座岛的目的。自己的父亲当年就是在这里采集贝壳后失踪的，他怀疑就是诺博士干的。休息够了，三人继续往前走。晚上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岛上派出的喷火坦克。原本计划好好的干掉那辆坦克，但对方明显没有按套路出牌呀。大黑来不及躲闪，就被活活烧死。邦德和小妮也被坦克里出来的2个穿着防护服的人活捉。坦克开回了老巢，里面的工作人员监测到邦德和小妮身上的污染数字太高了，于是他们被迫洗了热水澡，换了身衣服，确定没有问题后才准许放行。这让邦德有些懵逼啊！岛上的人难道都这么热情好客吗？不光给发新衣服，安排豪华房间，还给好吃好喝伺候着。不过既来之则安之，由他去吧。诺博士也并没有让他们等太久，很快他就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在一个海底办公室里，他们见到了诺博士，他的双手戴着一副漆黑的手套。他解释说自己是为了伟大的研究才失去了双手10位姑娘的幸福。当年自己从帮会卷了1000万元逃跑后，加入了现在的组织，买下了这座岛来研究这里的放射性强大的铝矿石。现在各国的导弹发射系统已经随时可以被自己干扰，
从而在任何地方引爆。今天他就将进行这场实验，一旦实验成功，这座岛将不复存在，也不再会有人查到他们的下落。他顺带着邀请邦德一起加入，你我联手，天下我有啊！邦德坚定地拒绝了博士的邀请，他请求博士放走小尼，他不会泄露这个秘密。博士表示同意。男人的话题，女人就不方便在场了。接下来一番谈话，邦德试图激怒博士，但博士却克制住了自己。他面不改色，把一个铜像捏扁后，命令卫兵暴打了邦德一顿，自己则大摇大摆地走去了控制室。卫兵打累了，将邦德关进了一个密闭的房间。邦德注意到这里的房间上方是一个密闭的通风管道，设法砸开风口后，他爬了进去，成功逃了出来，并且干掉了一个工作人员，换上了他的防护服，混进了控制室。此时距离美国军方火箭发射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邦德暗中观察，在火箭发射前的最后时刻，将变压器的阀门调到最大，阻止了岛上对火箭发射的干扰。同时因为压力太大，实验室也即将爆炸。功亏一篑的诺博士发现了邦德，他恼羞成怒地冲了出去，一双铁拳虎虎生风。邦德不敢硬刚，只能边躲边找机会还击。最后他瞅准机会，将博士踢进了滚烫的放射液里，让博士洗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澡，同时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就在实验室爆炸的前一刻，邦德及时地救出了小尼，抢了一艘小船离开了。在海上，他们遇到了前来救援的英国海军，但意识到二人世界来之不易，邦德就松开了连接两艘船的绳子，丝毫不管身后一群单身狗的感受啊！我是瓜皮儿，下期见。